源自中国的运动不仅被日本当成了国际，深受追捧，还有无数日本女性做梦都想要嫁给相扑运动员，哪怕随便一个都是200斤体重打底的大胖子，甚至上厕所都需要被人擦屁屁。这些女性依旧不嫌弃。更离谱的是，想要嫁给相扑运动员还有条件，一般的美女还不行，至少得是大家闺秀才行。不是，那为啥日本女性会这么想不开啊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，国土面积约为37.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.25亿人。相扑大家应该有点了解，两个大胖子就穿个丁字裤在圈里比赛，谁先倒下或出圈谁就输。就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比赛，却被日本人奉为国际。而这些相扑手和日本其他运动员、娱乐明星不一样，社会地位相当之高，能和他比的估计只有文学创作者。不过很多人不清楚，这项运动其实呢源自于我国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，当地叫做脚底。等到宋朝，名字称为相扑，并延续至今，而且比赛规则和形式和如今的相扑也十分相近。日本的相扑呢，就是从唐朝学过去的，一过去就风靡贵族阶层啊。之后不仅有专属的节日，相扑还职业化，等到了20世纪初，更是被日本尊为国际而推崇。而看过相扑比赛的就会发现，所有的相扑手都是浑身肥肉，体重最低有个200来斤，最高甚至达到夸张的600斤。日常生活需要至少10几个人照顾，连上厕所擦屁屁这种小事甚至都衍生出一种职业。尽管如此，却有无数女性想嫁给他们，这是为啥？如果问日本女性最佳结婚对象是谁，估计大部分都会回答是相扑手。很奇怪啊，那些相扑手长得又不帅，还个个都是几百斤的大胖子，怎么日本女性会这么重口，甚至做梦都想嫁给他们，以嫁给相扑手为荣？原因呢有很多，大致分为这么几点。前面也说了，相扑在日本是国际，社会地位很高，几乎受所有日本人追捧，嫁给他们不丢人。其次就是相扑手的收入非常之高，级别越高收入越多，相扑等级最高的月薪甚至能达到300万日元以上，这再加上代言，年收入几千万轻轻松松，是普通工薪阶层年收入的10倍之多，妥妥的高收入群体啊。要知道日本女性社会地位不高，大部分想要找到高收入的工作还是很难的，就算出道去当明星，收入高的也就那么几位。所以大部分人就认为，既然要嫁人，自然是要嫁给有保障的，得让生活过得好一点。再说了，别看相扑手个个膀大腰圆，浑身横肉，一副不好惹的样子，实际大部分人呢性格都相当的温和，而且很顾家，闹出各种丑闻的也很少，至少相比于明星财阀要干净得多。毕竟作为国际，日本人对于相扑手的要求还是挺多的，不仅是身体条件、天赋、技术等方面，对于他们的教育、个人品格都有严格要求，对他们的生活呢也是极端管理。所以在日本，相扑手也算是一种高富帅。而想嫁给相扑手呢，光漂亮还不够，还得是门当户对，大家闺秀才行。等级越高的要求也越高，不然连被选择的权利也没有。日本相扑手要地位有地位，要钱有钱，人性格也好，再加上日本女性的口味一贯独特，想要嫁给相扑手呢也很正常。当然除了这些理由呢，还有个不能明说的，就是这些相扑手短命，为了增重，食量是普通人的10倍，就算吃不下也得硬塞进去，吃饱了就睡，睡眠时间呢也是正常的1.5倍。而且因为身体原因，很多相扑手睡觉还得戴着氧气面具，就怕睡着睡着窒息而死。在这种暴饮暴食的情况下，往往相扑手就会患上心脏病等一系列疾病。除了职业生命短外，平均寿命更是低于55岁，这要比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低个10来岁。所以就有阴谋论者恶意揣测说，只要嫁给相扑手，等人死后就能继承一大笔的财产。当然这个原因也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。除了嫁给相扑手备受日本女性的追捧外，还有其他奇葩的职业也深受日本人喜爱，比如说臀部清洁师，说直白点就是给相扑手擦屁股的。因为身体原因呢，这些相扑手往往够不到自己的屁股，所以才衍生出这一职业，而他们也被称为史上最恶心的职业。但再怎么恶心呢，有很多人急破脑袋也想获得这个岗位。除了是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，给相扑手工作呢是种荣幸，最重要的还得是这项工作收入高，月薪工资普遍都是上百万日元，折合人民币约8万块。好家伙，就这么一个擦屁股的工作，收入居然会这么高，其实也不奇怪，毕竟相扑手的工资高，臀部清洁师的工资自然也水涨船高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